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又去拜年了，刚刚回到家里。我们是大年初一来到武冈这边拜年的。这边啊和我们那边还是区别比较大。这边拜年之后，基本上每家亲戚都要走一个遍，不像我们湘西那边啊，只给舅舅拜年，其他的亲戚啊基本上走的比较少。那这边七大姑八大姨全部都要走，所以呢时间比较忙。每天几乎都在路上跑，一天呢要拜5、6家、7、8家的。那我们明天准备要回湘西那边了，趁着这个时间呢，给大家看一下岳母娘家的这栋房子，经过我们的改造之后变成什么样的。我们首先站在院子的位置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这栋房子啊，建了将近有30年左右的时间，是爷爷手上所建的房子。红砖结构的房屋，相比于我们湘西那边木头房子，红砖结构的房屋好像整体效果要好上一些，装修的难度呢也更小一些。我们一行有6个师傅来改造这栋房子。首先呢，我们是把这栋房子的瓦片全部给换了，以前盖的是本地的青瓦，然后换了领子、瓦条，还把上面的瓦片也换成了琉璃瓦。现在房子呢再也没有漏雨的一个迹象了。然后院子这边呢，以前只做了一块硬化，也就是镜头前方的那一小块。这边呢在接宿的时候，也就是我和岳母发生了争吵之后，我先回去了，然后师傅他们留下来，把镜头前方的这一大块全部都做好了硬化。记得啊，那天是打好了粪泥土，然后呢，师傅他们吃过中餐之后，马上就开车回家了。我是在马路那边，也就是村口的位置，等师傅他们一起回家的。然后我们还去了一趟兴宁，看看浪山的风景区。这一块呢，没有做硬化，专门给它留下来，准备以后种点菜。岳父岳母已经把这边清理出来了，并且呢用上这样的网子给它围起来了。这边啊将近也有3到40个平方左右。背后呢是一座土坎。这边做了硬化之后，我们从后面呢是留了一个排水沟，屋檐滴水呢是可以从这边流出去的。其实啊，拉过来的沙子比较多，当时如果不吵架的情况下，我们是准备把这面墙做一个粉刷的。后面呢，大家也知道发生了争吵，师傅们都回去了，所以这面墙呢也没有做硬化了。沙子呢还剩了一小部分留在屋檐的盖檐位置。现在整个院子呢，加上这边的硬化，就宽了许多，还是好用了许多。这边还剩了之前买过来的一堆沙子，然后这一堆瓦片啊，是换掉以前的老瓦，也就是那种青瓦放下来的。岳父呢舍不得丢掉，还是给它保留起来。后期在这边想盖一个偏房，还可以用得上。其实啊，熟悉我们的朋友应该还记得，我们就是因为房子背后的土坎所发生的争吵。今天是下了雨啊，我们就不走上去给大家看了，就从房屋的背后走上一圈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是以我的一个建议来做的护坡，也就是做一个挡土墙，底下是用砖还有石头垒砌的一个石头墙吧，上面呢用钢筋做的一个基础，打进土里面将近有1米多深，然后呢从上面浮上一层水泥砂浆，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这些泥土呢它就不会往下掉落了。以前啊每年回来这个排水沟的位置都会堆满了泥沙，现在已经下了好几场雨，再也没有泥沙堆积的现象了。
这个问题呢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解决。我们也可以近距离的来看一下，这是师傅们当时所砌的石头墙。从石头墙里面我们还预留了管子，里面有水的话是可以顺着管子排出来的。房子的背后呢是有一座石头山的，这边呢我们就不动了，只是给石头山上的一些泥土呢给它固定起来了，全部敷上了水泥砂浆。然后这边排水沟的位置底下都是石头山，这里是有一点点的积水，以前的排水沟做的并不太好。这栋房子基本上是靠着背后的土墙而建。然后这边我回去之前是没有做好的，当时呢也是因为发生了争吵，所以我先回去了。但是我还是通过电话和师傅们说了，要把这个挡土墙全部给做好。所以呢，师傅们装了模板，然后呢，这边是用混凝土加上钢筋打起来了。从最底下打上来将近有2米高左右，从2米高的位置，再用水泥砂浆把这层泥土全部给浮起来。这样子呢，这个泥沙呢，下雨天它也不会掉下。然后这个排水沟现在就是干干净净的了。其实整体的效果现在还是看起来挺不错的。这些天呢我们一直没有说这个问题，我怕提起了到时候岳父岳母呢可能又不太好想，所以呢我们一直都没有提起。但是看得出他们对于师傅们的做工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只是当时我们的交流可能还是存在了很大的问题，没有把事情说好，所以呢才造成了争吵的一个情况。然后这边呢是木匠师傅做的一个栏杆吧，上面呢是用领子给它架起来的，然后铺上了这个模板，上面呢还做了一个栏杆。其实所费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，光这个走道的位置都花了3000多块钱了。其实房间里面的变化是不大的，变化比较大的也就是这个房间了。之前呢这个床一直是放在这边，然后这个角落我们移走了一个床，然后砌了一个房内的卫生间。本来这个外墙要做一个刮大白的，也就是用栗子刮上一层，这样子呢会更好看一些。也是因为争吵的原因，所以呢这边只是做了一个粉刷，就没有把后续的工作给做完了。这个电热水器还是给移过来了，还有这边的洗衣机也移过来了。这边师傅们都预留了水龙头，然后整个卫生间里面还是全部都做完了，贴好了地板砖，做了灯便池，然后呢那边做了一个简易的洗澡的地方，上面呢装上了浴霸，还做了一个吊顶。比之前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厕所，现在还是方便了许多，基本上是因地制宜吧。这个窗户还是给它保留着，这边呢装了一个洗脸盆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现在生活起居比之前要方便了许多了。然后客厅的位置基本上是没什么变化，就在楼顶的位置是用 PVC 板做了一个吊顶，显得比之前干净了许多。从2楼的房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过道的位置和背后的挡土墙。其实这栋房子以前刚建好的时候，爷爷就准备在这背后呢做一个栏杆，
方便呢可以放些杂物，然后呢人可以在这个走廊的位置晾晒一点衣服。背后的挡土墙是整个改造难度最大的一块地方了。可以看到，通过我们这样子一个改造了之后，现在整体的效果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那边呢有钢筋打进去的一个痕迹，当时啊都是比较匆忙，像这个钢筋裸露在外面的，实际上都应该用水泥砂浆给它全部封盖起来，时间久呢才不会生锈。但是当时啊情况就是这个样子，没办法做过多的一个去改变了，只能将就的让它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吧。好在呢现在看起来效果还不错。其实啊这样的改造，这样的一个方案也是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理想的了。所用到的材料并不是特别的多，还有人工也不是特别的多。如果整体从这边用混凝土全部打起来，然后这边呢就变成一个像小水塘一样的，下了雨之后，这前面有一堵墙，这背后呢是空着的，下了雨之后，所有的泥沙还有水全部会堆积在这边，可能呢这面墙的承重力会更大一些，反而对这栋房子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压迫感吧，还有一个危险所在。比如说后面的挡土墙如果倒下来之后，整体压下来的话，就会压到这栋房子。像现在我们这么做了之后，那这个挡土墙呢就不会出现一个倒塌的现象了，最多呢就是上面的水比较多，从这个混凝土上面流到这个排水沟的位置，其他呢根本上不会再掉这个泥土了。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把这个视频拍出来，让大家看一下这栋房子在改造之后所发生的一个变化。要不然很多热心的观众总是在视频里面留言问我究竟怎么样了。那好了，大家也看到了整体的效果呢，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几个地方。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了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